各位好，这次我们接着聊国行 iPhone 少点啥的下期啊。看过上期节目的呢，应该知道我把这个国行 iPhone 少的东西分了3大模块啊。第一大模块呢是从硬件上，因为硬件而缺少的，这个要想弥补，只能换手机，没有别的办法。第二个呢是通过 Apple ID，就是我们俗称的锁区啊。第三个呢，就是来自星星上的就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跟大家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那这是下期的节目，我们上一期把第一部分来自硬件的都讲完了，所以我把我的这个上一期的内容也暂时放在这边啊，让大家去看一看。来自硬件，也就是只能换一台通过换海外的手机才能够获得的功能有 FaceTime 音频、多人 FaceTime 视频聊天、对讲机、eSIM、Call Kit， 哎呀坏了 ，Call Kit 我第一期忘讲了，好了，马上要补课。然后卫星通信没有 ，WiFi Calling 没有 ，RCS 没有，海拔没有，地图服务不太一样，有这么一些功能，这个是上一期部分我们提到过的。然后马上补课啊，Call Kit 正式的讲一下。Call Kit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针对开发者的说法。Kit 这个东西呢，一般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工具包，我们就把它叫一个 Kit， 一个工具包你就可以理解成一个 Kit。那对于开发者来讲呢，因为开发者开发的软件都是要基于一个操作系统去开发的。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要开发一个这么讲吧，比如说微信啊，简体中文嘛，就是拿微信举例子，是受众能听懂最广的，是吧？比如说微信啊，微信有 iPhone 版有安卓版，有 iPad 版，有 Windows 版，有 Mac 电脑版，还有很多可能我都没有听说过的版各种地方只要你看到都不同的版。那其实这些版本并不是说开发者作为软件开发者，我们说程序员对吧，并不是说他们就开发出一个叫微信的程序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安装在这么多不同平台的设备上的，这是不可能的。你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平台，什么叫平台呢？就是操作系统不一样。任何不同的操作系统上你看到的那个微信，对于开发者来讲，它都相当于开发第二个软件一样的那种复杂程度，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所以如果你是负责微信的开发人员，就是咱们假设一下啊，当然那肯定是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团队啊。那么你就是要开发 N 多个微信，相当于听起来我就是开发微信这一款软件，但其实你要开发好多个软件名字都叫微信，长得都差不多，功能呢有差别，但是主要功能应该都大差不差。但是我要开发一个电脑版的，要开发一个手机版的，要开发一个什么东西版的，反正就这个意思这个基本概念大家要知道那我相信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听众都之前知道过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为什么当你下载软件的时候，你是 iPhone 你不能下载一个安卓的软件去用，往往你在下载软件的时候，它让你选你的手机是什么品牌是什么操作系统你得选对了操作系统你才能用。如果操作系统选错，你下载下来是可以的，但是打不开，更安装不上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什么什么 Kit 就 KIT， 其实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提供给开发者的一个工具包。也就是说，你想要在我的操作系统上开发一个软件，运行一个软件，那么你要用我的这些工具包，你才能够实现不同的功能。那这种包有非常的多，比如说有一些是专门是拍照的，那你看拿 iPhone 拍照吧，你不仅可以拿 iPhone 内置的相机 App 拍照， App Store 里面搜一搜第三方的相机应用，那不要太多。那你要想作为程序员你也开发一个能在 iPhone 上拍照的软件，你就要用到相机 Kit。当然这个名字是我现想的一拍脑袋想的，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那如果你拍照的同时你又想获得景深的信息，
就是你要什么主体清楚、背景模糊，对吧？那是通过什么呀？是通过这个激光雷达来实现的。那你又要获取使用一个叫做激光雷达 kit， 啊，这你现在这么就能理解了，对吧？那再看我这个 call kit 什么意思呢 ？call 就是电话的意思嘛，来电话的意思嘛，就是 call 嘛，啊，那 call kit 就是什么？就是电话的一个工具，来电话的一个工具包，或者拨打电话的一个工具包。那结合我其中一期讲电话 app 的视频，我有提到过哈，就是这个 call kit。那也就是说，开发者利用 call kit 可以让自己的通信类的软件整合到 iPhone 的电话 app 当中。举个例子啊，如果微信的开发者，其实微信的开发者确实已经使用了 Apple 提供的这个 call kit。那如果微信使用的这个 call kit 会怎么样呢？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一个微信好友给你打了一个微信语音，那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会是什么反应呢？就像来电话一样，跟电话一样的响铃，在电话 app 上能够看得到。然后打完这个电话，不管你接了还是没接，在我们电话 app 的最近通话里面，你能够看到这个记录，然后你再点一下，还能再用微信语音打过去。也就是说，微信语音直接跟电话这个应用整合到了一起，这个功能叫做 Call Kit。听起来挺美好，对不对？像现在我们国行的手机，微信语音跟视频基本上都会错过。只要在户外大城市啊，因为听不到嘛，来了微信就叮咚一声就没了，如果开了震动还好一点，好像能一直震的感觉啊，但是提示音没有的。总之，它那个提醒的力度跟打电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除非你的手机正在使用中，或者你微信正开着啊，那你会显示这个比较强的响铃，否则的话呢，说错过也就错过了。那安卓就不一样了，对吧？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因为它权限开得多嘛。那你说为啥我国行的就不能做得好一点在这方面啊？这个不是微信不想做得好一点，也不是 Apple 公司不想做得好一点，这两家你要知道都是商业公司呀，它要符合您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法律跟法规啊。不允许啊！至于为什么不允许呢？看上期，就是那么就因为那个，这正确答案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是不允许。正确答案是我不知道啊，我也别猜了。那么，如果你使用海外版的手机，甚至呢，你的微信你去换一个，这个我没试过啊，但是我好像听说有人这么试过，哪怕你是国行的手机，你把你的微信的手机号换成一个境外的手机号码，你就可以拥有微信上的 Call Kit 啊，也就是说它是只是识别你是不是在中国大陆，你是不是一个中国大陆的用户，如果是，那对不起，请你遵守中国大陆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如果不是，那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就是 Call Kit， 给大家补课啊。行了啊，8分钟过去了，我要留点时间讲第二部分。有问题请留言啊，欢迎大家深入探讨。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只要你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大概率上我说的就是不对。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这个来自 Apple ID 的限制，这个呢就叫锁区，但是好在呢 Apple ID 目前还是不锁区的。只是呢，你作为中国大陆的用户，你要获得一个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的 Apple ID， 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这个呢，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印象中啊，现在我不敢100%确定啊，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方便理解。好像美国要申请美国的 Apple ID， 你是必须有一个在美国本土申请的这个信用卡和地址才可以的不像我们中国，那中国大陆的 ID 反而是全球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申请，它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核查政策，你在里面填的信息全都是假的也没关系只要你的创建 Apple ID 的时候，你的地区选择的是中国大陆地区，那后面的内容你基本可以瞎填也没人去跟你核对，然后你进入的就是中国大陆的 App Store 和云上贵州的 iCloud， 还有
下面那些没有的东西啊。那这个其他国家的往往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大家就量力而行。至于有什么其他的地下的方法，这个我也不熟啊，我也不在这儿过多的讨论，这个请您自己搜索就好了。那其实锁区是不锁的啊，只要你能想办法有一个中国大陆的 Apple ID，中国大陆以外的 Apple ID， 那有些功能呢你是可以开放的。那在我的这个这个列表里面呢，App Store 是随着国家跟地区走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你在 App Store 上面去搜索，你应该就搜不到像 Facebook 啊、Twitter 啊，现在叫 X 啊，叫叉，你是搜都搜不到的，根本就没这个软件啊。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Apple ID， 你打开 App Store， 你去搜什么中国税务啊，什么一网通办呐，这种你理论上你也是搜不到的啊，这也是没有的啊，就这个道理啊。那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你的 iCloud 使用的就是 iCloud 云上贵州，它和 iCloud 其实是两个东西啊。云上贵州是在中国贵州那边的一个本土的服务器，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是 Apple 不得已而为之啊，为了既要符合，不好意思啊，来了个电话，我先静音一下。既要符合这个中国大陆的法律法规，就是不允许把中国大陆的用户信息上传到中国大陆以外的服务器去，那又想呢让中国大陆的用户能够体验到完整的 iPhone 的功能。你想 iPhone 缺了 iCloud， 那还叫 iPhone 吗？那我的概念上就不叫 iPhone 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Apple 不愧是大公司啊，为了这两方面进行妥协跟权衡，好，我花钱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贵州给你建一个服务器，应该是也用的100%清洁能源啊，因为我猜测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专门提供给中国大陆的用户。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Apple ID 是可以后面改区的，也就是说我创建 Apple ID 的时候可能是在中国大陆，但是我可能现在我到国外生活了，那我想把我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改成相应其他国家的 Apple ID 是可以改的，这也是正常的需求嘛，可以改。但是从中国改出来或者从国外改到中国，你没啥数据，这无所谓，说改就改了。但如果你的 iCloud 里面存的有照片啊、视频啊又非常的多，那这个改呢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因为它真的要把你那些照片啊、视频啊从中国大陆的这个贵州的服务器去一点点的给你挪到境外的服务器，或者从境外的服务器再一点点给你挪到云上贵州的服务器啊，这个只能这样，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改变了居住地而要去改变你 Apple ID 的这个所在地的话，然后恰好呢你的 Apple ID 里面所存的东西内容又比较多，那请你给他一些时间，不要太着急啊，不是说你选择一个改它马上能改的，能看到马上改了，但是内容回来可能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大家有点耐心就好了。那如果你是中国的 Apple ID 的话，相应的 Siri 的搜索引擎也是不一样的啊。中国的 Siri 的搜索引擎采集的数据、语音数据反馈的信息也是在中国的服务器里面去完成的。然后呢 Safari 的防欺诈引擎，注意这一点，很多人会忽略。Safari 有一个防欺诈提醒，也就是说当你去到某一个网站的时候，它会先跑到一个服务器去核对这个网站是不是有诈骗的可能，如果有，在网页上会给你一个提醒啊，你只有点我执意要去你才会去啊，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功能。但是在中国大陆，如果你是中国大陆地区，你的国家跟你设备上面的国家和地区，你选择的是中国大陆，然后 Apple ID 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防欺诈的引擎应该就是来自于腾讯。那也就是说，在你用 Safari 去访问任何网站的网址的时候，它理论上都是应该先发到腾讯的服务器，去让腾讯的服务器判断这个网站是不是有欺诈的可能，如果是，返回给你一个危险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以外，这个服务器是由谷歌来完成的。那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大家自己去判断就好了。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后面几个就比较简单了，后面4个 Apple Fitness Plus、iTunes Store 和 Apple TV Plus 还有图书，这4个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Apple ID 没有啊，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服务。但是即便你是中国大陆行货的 iPhone， 只要你登录了中国大陆以外有相应服务的地区的这个 Apple ID， 你马上就可以有。所以如果需要下面4个服务，这个其实还好啊。而且特别提一下 Apple TV Plus 上的电影跟视频都是有原声中文字幕的，所以这个英文不太好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你只要有一个 ID，有一个中国大陆之外的 ID， 到时候切换一下就好了。但频繁切换 ID 也有蛮麻烦的，所以你可能要同时登录2个 ID， 一个在 iCloud 上，一个在App Store 啊，就是这个上面啊。这个到时候后面有机会我们再细讲吧。反正这几条就是来自于 Apple ID 的不同之处，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2部分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部分了，来自星星上的原因啊。这个我想了想，有些是我不太确定的啊，也有些是拿出来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和 Apple News Plus 相关的，这个真的太神了啊！我之前讲 Apple News 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我只能说它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吧，通过这个来分析，哪怕你是海外的 iPhone， 哪怕你是海外 iPhone 加海外的 Apple ID， 只要你人在中国大陆，你原来有的这个图标也会莫名其妙消失掉啊！即便是还在，那么你点一下直接退出崩溃，或者提示你所在的区域不可用啊！这个太牛了，我个人目前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我只能理解成是来自星星上的限制，或者你靠谱一点的说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筛选吧。那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如果像 OpenAI 第3条 ChatGPT 这样的，如果也用这种方法来进行限制的话，那可能以后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即便你买海外版的手机，即便你申请到了海外的 Apple ID， 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需求直接转发给 ChatGPT、OpenAI 或者其他的专业的语言模型啊，这个就很难了。但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只能等机器到手之后，我们自己看一些评测啊，或者是再了解一下再说。所以第1个跟第3个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中间夹杂着一个叫 iCloud 专用代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嘛，就是当你用 Safari 浏览网页的时候，它会给你伪装一个其他地区的 IP 地址，把你真实的 IP 地址隐藏起来，为了保护你的隐私和防止别人盗取你的位置。那这个功能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了，类似于 VPN 的功能。那这种功能在一个有墙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你用呢？所以这个呢也是来自星星上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启用，应该理论上海外手机加海外 ID， 只要人在中国好像也都不能启用的样子啊。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讲，我相信也应该是优先级最低的一个了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花了点时间为大家尽量的找到了一些啊，我认为再让我找，我可能短时间内找不到更多的国行手机少点啥的这些东西了啊，我觉得还蛮全的了，够大家用的了。再次强调，很多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啊，一些原因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测跟分享而已啊。如果说的不对的话，那很正常啊，那你认为不对，一定是不对，你就当我在这瞎掰掰就好了。但是啊，如果想跟我讨论，也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去提出来。那我基本上以目前这个订阅量嘛，看到了肯定会回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希望带入更多的个人观点啊，就是去说一定是哪个好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其实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那我做这个的目的呢，只是为了让非 IT 专业的用户能够更加方便且全面的去了解
看似长得一样的东西，它在背后有哪些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原来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国外的顾客来买了一个 iPhone， 然后过2天来退。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已经习惯了用 FaceTime 音频去跟他所有的人联系，但他发现在中国买了一个手机之后就是不能用，即便登录他国外的 ID 也不能用，这是事实。那还好他是在官方的渠道购买的，有14天的退换货。那如果是在经销商处购买，可能这个退货，我不是说绝对不能退啊，但可能这个退货来的就不那么顺畅吧。好，这个就是我这2期的关于国行 iPhone 少点啥的分享，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收听，也感谢各位的订阅。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